大家好，我是牛奶。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哟。成功将隐患解决掉的萧炎回到了迦南学院，正行走于盘门之中时，萧炎遇到了一位女炼药师正在炼丹。此女的天赋完全不逊色于古河的弟子柳灵。萧炎爱才，在丹城的时候没忍住指点了几句，没想到此女并不太领情，反而问起了萧炎究竟是何人，为什么在盘门行走，却连徽章都不佩戴。听得新兰的话，在场的所有盘门成员都开始戒备，为了避免麻烦而偷偷溜进盘门的萧炎可以说是百口莫辩，说理说不通，打又不能打，正头疼的时候，还是萧妹解救了他，领他回到了盘门往日的大厅。在与吴昊、古家等人叙完旧之后，萧炎赶往了内院的长老院。会议厅之中，苏谦大长老正独自的等着萧炎。看到萧炎衣衫凌乱的窜进大厅时，苏谦戏谑道：“现在知道你在内院的受欢迎程度了。这么多年，我可从未见过哪个学员有你这般待遇。”萧炎有些头疼，无奈的道：“大长老就别取笑我了。”苏谦收敛了一点脸庞上的笑容，注视着萧炎道：“你这次再来迦南学院，除了给天坟炼气塔释放心炎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事吧？”萧炎没有隐瞒的说明了自己中了魔毒斑，需要斗尊强者帮忙解毒。苏谦很无奈，这内院之中，除了一直不曾回来的院长，就再没有斗尊强者了。有几个实力快到斗尊的老妖怪吧，非迦南学院生死存亡之际是不会出手的。知道真相的萧炎眼泪差点流下来，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问苏谦有没有异火的消息。苏谦倒是知道焚炎谷自古沿袭着一种异火，该异火名为九龙雷罡火，在异火榜上排名第12。正与萧炎说的时候，一道清冷平淡的声音却是突然在房间之中响起。九龙雷罡火虽然是异火，可经过焚炎谷几百年不断的炼化，早就被印上了极为特殊的血魂印记，除非是修习焚炎谷功法的人，否则即便是得到了九龙雷罡火，也不可能将之纳为己用。同志们，还记得天火三玄变吗？没错，就是焚炎谷的功法。听到突然响起的声音，萧炎二人脸色大变。萧炎一招西掌直接卡住了出生之人的脖子，没想到手中之人赫然便是先前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盘门炼药师新兰。新兰的到来直接打消了萧炎去取九龙雷罡火的想法，因为只有修炼了焚炎谷的正骨功法清明幽炎诀，才有可能将九龙雷罡火纳为己用。不过新兰也为萧炎带来了希望，中州丹塔有3000焰炎火，3000焰炎火别名又被称为3000星空焰炎火，异火榜上排名第9，论起来比要了的古灵冷火排名还要高上2位。这种异火并非是存在于大地之中，而是在遥遥的星空之中成型。3000焰炎火能够令得拥有它的人生命力变得异常顽强，只要持有者能残余下一口气，便是能再度变得生龙活虎。而这恢复的速度就需要看伤势的严重程度，如果是心脏、脑袋等等这些要害部位遭受到真正的致命攻击，即便是3000焰炎火也难以修复。新兰告知萧炎这一消息的条件是帮他的家族重新进入丹塔长老席。萧炎并没有满口承诺，只是说自己会尽力。新兰信任萧炎，将他知道的消息全部告诉了萧炎。丹塔其实发现那3000焰炎火已经有了不少时间，只是塔中强者没人能收服它，只能将收服异火的资格外发而出。只要炼药师能在丹会之中进入前10，不仅有丰厚的奖励，还有一次收服3000焰炎火的机会。萧炎觉得新兰提供的消息很值，当下决定搞定天坟炼气塔就前往中州。苏谦却是心疼萧炎，非让萧炎休息一晚，第二天再说。哪知回到房间的萧炎却并没有休息，为了给自己增加保命的手段，萧炎决定研究一下天焰九行翼。在吸收完卷轴上的内容后，萧炎立马就开始了炼制，没想到这一炼制就是2天2夜，结果是很喜人的。萧炎炼制出了一对巨大古翼，古翼的整体泛着玉石光泽，古翼的边缘还有着一些雷电缭绕在尖刺上，这古翼的颜值与霸道值成正比。刚进入萧炎的体内，就将紫云翼直接碾了出来。不过他有着霸道的本钱，以萧炎现在的速度，再加上这对古翼，可以说是完全不输实力超强的斗宗强者。而实战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地魔老鬼带着一群人来到了迦南学院，韩风作为将地魔老鬼找来的功臣，自然也在。地魔老鬼假借萧炎杀了魔眼谷3大长老之名，要求苏谦将萧炎交出来。苏谦哪里不知道他实际想要什么，当下就冷笑道：“地魔老鬼，你说这话也不怕人笑话？院长大人若是在内院的话，你还敢如此兴师动众的来？”这话直接戳中了地魔老鬼的痛脚，他怒吼道：“苏谦，你莫要真以为老夫惧怕盲天尺，而且就算我的确忌惮于他，可你也没有资格与老夫如此说话。如今老夫狠话放在这里，若是不将那萧炎交出来，你这内院以后就不用再开了。”地魔老鬼此话一落，众多内院长老脸色皆是一变，旋即脸庞上涌起一抹怒火，这老不死的太猖狂了。萧炎却是在此刻现身道：“能让这般强者记住在下的名字，倒还真是让小子意外。”
地魔老鬼直勾勾地盯着萧炎道：“你是主动跟我走，还是由老夫亲自出手断去四肢后带走？”苏谦一听，眼睛猛然一瞪，厉声喝道：“地魔老鬼，这里是内院，可不是你魔岩谷，想要撒野也得看看地方。老夫今日也同样将狠话放在这里，你敢在我内院动手，老夫拼得这条老命也要让你知道，我迦南学院可不是泥捏的。”地魔老鬼到底还是怕盲天尺秋后算账，并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大，嘴硬一番后才表示他带来的强者可以不动手，而内院的长老也不许插手。他以1敌2对付萧炎和小医仙，苏谦哪里肯答应，也要参战，可惜却被韩风这个阴魂不散的货给缠住了。萧炎与小医仙这边打得十分艰难，毕竟等级差距在那里，地魔老鬼还老是揪着萧炎不放。萧炎能依靠的只有新翅膀赋予他的速度加成，眼看萧炎几次惊险的避开杀招，小医仙不再留手，再次解开了恶难毒体的封印。萧炎明白小医仙的行为跟透支生命没什么区别，深吸了一口气后，萧炎轻声对着小医仙道：“帮我拦住他一会儿，其余的交给我来。”怒发冲冠魏红颜呀，魏红颜！表面平静，实则已经疯狂的萧炎，在3色火莲中融入了一半的化生火，毁灭火莲就此诞生。感受到毁灭火莲恐怖的气息，众人都停了手，韩风也不敢再蹦跶了，努力的朝萧炎扯起一个极为勉强的难看笑容，就怕萧炎一时上头将火莲朝他丢来。萧炎还是有一丝丝理智的，目光直勾勾的盯着地魔老鬼。被萧炎锁定的地魔老鬼咽了咽口水，干巴巴的道：“老夫现在就离去。”萧炎偏头看了看为了守护他而重伤的小医仙，微微一笑，轻轻的道：“晚了，既然来了，那就不用再离开了。”萧炎确实是疯了，融合着毁灭火莲就已经是力不从心，他最终还是将这已经不受他控制的火莲朝着地魔老鬼丢了出去。在意识到自己一时冲动不仅会使内院被夷为平地，还会令内院所有学员尸骨无存时，萧炎慌忙的想要补救，正想倾尽全力控制散掉因为极热极寒相互碰撞摩擦而衍生出来的火球时，迦南学院的守护者千百二老现身了。二老轻飘飘的就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将火球送了进去，实际却是萧炎的攻击已经使空间产生了许多小裂缝。这一手使得这片天际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萧炎反应过来后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苏谦大长老也是如释重负，随后拉着萧炎就去见千百二老。千百二老有些严厉的指责苏谦不称职，萧炎赶忙表示这都是自己的锅。千百二老看到这不仅拥有异火还潜力无穷的小伙子，就没再说什么，还叮嘱萧炎日后外出历练要多加小心。苏谦翻了翻白眼后，明里暗里的表示千百二老不管事，院长也许久不回，早知道当年就不从他们手中接过大长老的职务。二老有些尴尬，暗戳戳的将话题转移到地魔老鬼，然后配合着似笑非笑的表情，诡异的望着虚空。原来看起来被毁灭火连击中的地魔老鬼利用空间隐蔽之法躲过了部分攻击，千百二老将他弄出来后，活脱脱一个油炸鬼的形象。极为怨毒的看了萧炎一眼后，地魔老鬼惊叫道：“百烈、千木，没想到你们两个老家伙竟然还没死！”地魔老鬼十分清楚白老本就跟他有仇，而且这次事情过后他们也不会留下他这个隐患，当即就施展空间血盾逃了去。然而这次他却没能跑掉，见势不妙就直接溜了的寒风倒是保住了小命。白老杀了地魔老鬼后，应苏谦请求同千老一起帮萧炎看了看魔毒斑。然而二人始终不是斗宗强者，联手的话的确能够驱除一些毒素，但是每次所能驱除的数量太少了，按照这种速度只怕至少也要个几年时间才能将毒素彻底驱除。然而萧炎最缺的就是时间，冲着千百二老躬身行了一礼后，萧炎缓缓地坐回自己的椅子，在心中默默地安慰自己道：只要得到第3种异火将魔毒斑炼化，那自己的实力必然会大进。千百二老并未在内院停留多久，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去。萧炎将地魔老鬼的尸体捡回纳戒后，就开始修复自己的伤势。萧炎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了，行走中州必须得有更多的保命手段。毁灭火莲还能使用1次，除了自己极快的飞行速度，萧炎还需要提高自己的攻击力。于是在伤势恢复后，萧炎去了天坟炼气塔，一是为了利用聚火壶解决陨落心炎的问题，二是为了修炼6合游生尺。天坟炼气塔塔底，萧炎在修炼6合游生尺时，多次感应到一种微弱的召唤，于是在功法小成的时候，没忍住好奇的他决定深入地底岩浆世界。临走前，萧炎将玄重尺插入上方的山壁，作为灵魂向导，一面迷失在岩浆之内。之后将碧绿火焰裹住全身，潜入了岩浆。进入岩浆后，那种召唤的感觉更明显了。萧炎弹出一缕无形火焰，没想到火焰居然直接对准岩浆深处急掠而下。萧炎跟随着火焰下潜了很久很久，直到他快放弃的时候，透明光圈从岩浆漩涡之中浮现而出。光圈之内除了一具已化为白骨的骨骸，还有另一朵陨落心炎。
萧炎很疑惑，同一个地方怎么可能拥有着2种同样的异火？而且那神秘的骨骸又是谁的？一道攻击却是突然袭来，躲过攻击后，萧炎见到个以前从未见过的生物，一只与周围岩浆颜色相同的蜥蜴人。双方僵持了一阵后，蜥蜴人率先发动了攻击。这次有了防备的萧炎很轻易的就将他击飞了，他却不依不饶的像豌豆射手一样对着萧炎吐岩浆球。萧炎怒了，一爪洞穿了他的心脏，并抓出了一枚赤红色的珠体。然而蜥蜴人临死前召唤了同伴，于是在短短的几个眨眼间，上百只红色身影就将萧炎团团包围住了。他们死死盯住萧炎手中的那枚红色珠体，然后一个个双眼赤红的朝着萧炎杀去。然而短短几分钟时间，就有将近20只蜥蜴人葬生在萧炎手中。意识到自己完全不是对手的蜥蜴人们果断选择召唤同伴。萧炎不想把动静搞大了，立马就想溜。然而援兵来得很快，而且直接堵住了他回去的路。先前被打的蜥蜴人们七嘴八舌地跟一只看起来像是领头人的蜥蜴人告状。至于说的什么美丽语言，萧炎就不知道了，毕竟语言不通。不过想来不是什么好话。领头的火焰蜥蜴人听完后，直接带着身后近1000只蜥蜴人对萧炎发动了攻击。然而这简直就是在给萧炎送猪猪啊！萧炎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这密密麻麻的攻击也让他烦不胜烦。于是他决定先干掉那个领头的。然而暗红猪猪到手的时候，将近1000只的蜥蜴人竟然同时齐声尖叫。萧炎头都大了，更悲伤的是他还感应到好几道极为雄浑的残暴气息正对着他这边飞速而来。而在这岩浆之中，即便萧炎施展了3000雷动，速度都是不及这些蜥蜴人。就这么等死吗？当然不。萧炎用陨落心炎将身体尽数包裹后，一头扎向透明光罩，居然毫无阻碍地闯了进去。而随着萧炎的闯入，那光罩竟然在众多蜥蜴人的注视下诡异地消失不见。扑了个空的几名蜥蜴人强者恨恨地望了光罩处一眼后，攒着满满的怒气，带着众多蜥蜴人离开了。萧炎虽然不明白那些火焰蜥蜴人为什么不能察觉到光罩所在的位置，但是不妨碍他在看到蜥蜴人离开后松口气。略作休息，待得体内斗气略微恢复一些后，萧炎朝着骸骨走去。走近后，萧炎发现那朵陨落心炎是幼生体，这可是天降之喜呀！虽然对焚诀的作用不大，但对于天焚炼气塔的作用很大呀。这种从小便是被培养而起的异火，以后驯服起来要容易许多，而且它迟早都能够进化出属于自己的灵智，到时候它必然会将一直催化它的内院当做自己的家一般来守护，而如此一来的话，内院岂不是多了一个异类的超级守护者？萧炎心中那叫一个激动啊！他一直在为如何彻底解决天焚炼气塔枯竭的问题而头疼与内疚，如今这出现的陨落心炎幼生体无疑将会极为完美的将这一问题解决掉，而他心中的那丝愧疚也终于是能够彻底消散。想到这里，萧炎咧着嘴就想将那朵幼生体陨落心炎捕获，一股巨力却是悄然的将他凝固住了。以白发白袍的虚幻人影出现了，瞥了萧炎一眼，他缓缓道：“陨落心炎。”没想到他还是被人收服了。萧炎一惊，立马极为客气的道：“不知老先生在此，小子冒昧闯进，还望见谅。”虚幻人影并未答话，却是直接招走了萧炎体内的陨落心炎。萧炎心头一沉，怒声道：“老先生，你这是何意？”却见陨落心炎宛如一条无形的长蛇，乖巧的在老人的手掌之上缠绕徘徊。怎么很奇怪？似是知道萧炎心中的疑惑，老者瞥了他一眼后淡淡道：“因为我是这陨落心炎上一届的主人，虽然你炼化了他，但他对我依然没有太大的抗拒性，而且这控火之术，难道你还能比过我这个老头子不成？”听得这话，萧炎眼瞳顿时微微一缩，旋即干声笑道：“老先生便不要戏耍小子了。当初我在收取陨落心炎时，可未曾察觉到它是有主之物，你自然察觉不到，因为我在临死前便是放弃自由，而那时候说它是无主之物，倒也没错。”白袍老者微微笑道。萧炎咽了一口唾沫，没有说话。老者却是道：“放心，我并不会抢你的陨落心炎。如今你看见的不过是一丝灵魂残留的印记而已，并不能对你造成什么伤害。”被一语道破心中所想，萧炎有些尴尬，笑了笑道：“老前辈言重了，不知老先生明慧。”白袍老者笑了笑，有些自傲的道：“老夫耀天火，别人有时也称我为天火尊者。”尊者听到这称呼，萧炎心脏顿时狠狠地跳了跳。望着萧炎那副变色的模样，老者摆了摆手道：“不用怕，现在的我只是一点点灵魂而已，以你的实力足以彻底灭杀。”闻言，萧炎心中不可察觉地悄悄松了一口气。天火尊者将陨落心炎还给萧炎后，很直白地问萧炎是否对幼生体的陨落心炎感兴趣。
萧炎很谨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打起了太极。天火尊者也是个狡猾的，先是拆穿了萧炎，随后又打起了感情牌，说自己被一名斗尊阶别的蜥蜴族强者重伤后死在了这里，现在灵魂已经虚弱到快消散了，只要萧炎帮他修复灵魂，他就将幼生体的陨落心炎送给萧炎。萧炎当然是很心动的，但是顾虑也不少。天火尊者见萧炎有些动摇，哪里肯放过这复活的希望，立马又添了2把火，先是以灵魂起誓，日后必不会对萧炎不利，后又将自己当年的成名斗技五轮离火法送给了萧炎。五轮离火法是一种控火法诀，属于天阶斗技，法分5重，按兽形而变，狼、豹、狮、虎、蛟，每一重分有各自火灵，法诀大成，五兽齐聚，可成5轮离火阵，有真海焚天之莫大威能。萧炎狠狠地心动了，盯着天火尊者道：我可以帮助老先生修复灵魂，但希望老先生能额外答应小子一个条件，那就是老先生若是真有恢复实力那一天，能够保小子1年时间。天火尊者先是愣了愣，旋即脸庞上浮现一抹别有深意的笑容，道：小家伙，你倒是不吃亏，居然想让我为你当1年时间的护卫，你要知道斗尊强者可不是寻常人能够请动的。萧炎笑了笑道：1年时间对于老先生这等强者来说不过是在弹指间而已，而且我也知道，只要老先生能够将灵魂修复成功，那么即便是再度复活也并非是太过困难的事，我想这应该足够聘请老先生1年时间吧。天火尊者觉得此话在理，便同意了，没有迟疑地将手中的陨落心炎幼生体朝萧炎丢了过去。萧炎将陨落心炎投入聚火壶后，没有丝毫客气地将5轮离火法也装进了纳戒之中。天火尊者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望向那堆骸骨，叹息道：麻烦将我的这些骸骨也收起来吧，斗尊强者的骸骨也是有着一些特殊作用的。对于天火尊者的这点要求，萧炎自然是不会拒绝的。做完这一切后，达成共识的2人就开始研究怎么逃跑。萧炎有些担心这些蜥蜴人闯上迦南学院，天火尊者表示不用担心，这些生物只能够生存于岩浆之中，一旦离开岩浆就会自动死亡。萧炎松了一口气后感叹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里还不是岩浆之底，若是更下面，不知道还会有着什么东西。天火尊者却是告诫萧炎不要过于好奇，因为下面有着连他都惧怕万分的气息，那些神秘的火焰蜥蜴族很有可能只是守门者。萧炎听到这里出了一身冷汗，之后打定主意尽快离开这该死的岩浆世界，这里令得他实在是太压抑了。然而想要离开就得先将实力恢复，萧炎心思一动，取出一枚红色珠体就塞进嘴中，并用异火将它炼化，然后吞噬，效果是很喜人的。于萧炎而言，这火珠可以说是极为不错的补品，只是一枚并算不得多高级的火珠，就使得萧炎体内的斗气迅速充盈。见到萧炎起身，天火尊者偏过头笑着道：待会儿我会尽全力使用空间之力为你掩藏岩浆波动，而你便抓紧时间吧，以我现在的状态并不能维持多久。萧炎微微点了点头，心中却是庆幸，还好没有利益熏头的干什么鲁莽之事。这天火尊者虽说状态极差，但很明显并非是他所说的毫无反抗之力。见状，天火尊者手印轻动，淡淡的空间之力从白色纳戒中扩散而出。然而当光照裂开的那一刹，躺在萧炎纳戒之中一直毫无反应的古玉却是突然有了动静。感应到这一切的萧炎目光忍不住地对着身后瞥了一眼。萧炎明白，如今的他的确需要实力解救父亲与药老，但若是命都丢了，再强的力量也是毫无作用。待得日后拥有真正的实力之后，再来这岩浆世界一探究竟不迟。不再犹豫的萧炎猛然加速，最终跟随着玄仲池的指引，在天火尊者的帮助遮掩下冲出了岩浆。做完自己能做的事后，天火尊者就化为光影钻回了雪白纳戒之中。萧炎却是打定主意，利用火珠争取以最快的时间突破6星斗皇。这一次突破，萧炎只用了2个月时间。在这期间，萧炎不仅将6合游生尺运用的越发纯熟，还将5轮离火法研习入门了。天火尊者或许是灵魂过于虚弱，从未出现过。萧炎突破不久后，见他久久没有消息而找下来的苏谦大长老就到了。萧炎直接就将聚火壶交给了他，感受到壶内是真的陨落心炎后，大长老快急哭了。他以为萧炎将自身体内的陨落心炎交还给他了，如果真是这样，萧炎很可能以后会寸步不进。萧炎又感动又好笑地跟苏谦解释这是另一朵。搞清楚情况的苏谦大长老可是高兴坏了，宛如宝贝般的捧着聚火壶，一脸笑容地对着萧炎道：辛苦你了，小家伙，你去做了一个野性难驯的成熟异火，但最后却还了内院一个听话的幼生体异火，这之间便算是彻底了清了。
所以你以后也不用再心怀内疚，而我也不用被劈头乱喷了。苏仙在心里默默补充道。随后苏仙跟萧炎说道，韩风有消息了，这个家伙趁着地魔老鬼阵亡之后，将魔岩谷全盘接收了。萧炎表示这个家伙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否则以后会有更大的麻烦。苏仙问道，萧炎打算什么时候动手？萧炎十分坚定地说道，现在。出了天坟炼气塔后，萧炎二人直奔议事厅。从萧丽口中得知，韩风正在召集多方势力，想要组建联盟。萧炎很清楚，这联盟一旦组建成功，将会给萧门以及迦南学院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萧炎也开始召集势力，准备搞事情。韩风搭建好戏台的当天，诸多势力都来了，其中就有莫天行、阴山老人以及金银二老。韩风的戏唱的是极好的，先是说迦南学院怎么强横，挑起众人的惊惧，再说魔岩谷元气大伤，地魔老鬼也死了，没了钳制的萧门必然会扩张，而到时候遭殃的一定会是在场的某一个势力，让众人人人自危。之后引出中心思想，想要建立联盟保护自己。最后说明有一定影响力的莫宗主以及阴山老人皆是赞同。可惜在场的众人都不是傻的，黑角域都是些什么人？大家很清楚，信任在黑角域简直就是奢侈品，谁都怕所谓的盟友背后捅刀子。再有，既然是联盟，就必然会有盟主，那么谁来当呢？韩风见一时间无人响应，笑了笑道，联盟之事只是在下的一点提议而已，成也不成也得看大家。不过到时候真要是萧门找上门来，若是不想死的话，大家也就早点投降归顺罢了。此话一出就是王炸，而猫在一旁看完全程的萧炎不得不为这精彩的表演献出自己的掌声。韩盟主可真是识时务，照你这么说，现在的你是否该领着人归地投降了？突兀的掌声令得众人皆是一惊，旋即猛地转头，就见萧炎领着一群人走进了广场。韩风眯了眯眼后冷笑道，萧炎，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胆子自己送上门来，还真当在座的诸位是草芥不成？萧炎很聪明，直接就挑明说自己所针对的就只是韩风以及魔岩谷而已，与其他人无关，但若是有人想插手，那就砍手。将视线转向一旁的莫天行以及阴山老人身上，萧炎听不出喜怒的道，莫宗主以及阴山老先生是打算站在魔岩谷以及韩风一方了？二人表示自己不是跟韩风一伙的，只是想要菩提话体闲。韩风一听顿时怒了，这两个家伙的话明显就是服软，这一露怯谁还会支持联盟？偏过头，韩风对着身旁的金银二老使了个眼色，接收到信号的金银二老冲着萧炎拱了拱手，冷喝道，萧门主，今日是魔岩谷邀请宾客的日子，不请自来者还请离去。萧炎没有答话，一道细微的雷鸣之声后，萧炎就扣住了两人的脖子，很嚣张地表示他们现在没有资格与他这般说话。望着那几乎是如同瞬移般出现在金银二老身后的黑袍青年，全场的人都惊呆了。韩风觉得老脸都丢尽了，暗骂两人是蠢货。莫天行直勾勾地盯着萧炎的古意，想起是自家的拍品，暗道真是亏到姥姥家去了。如果让他知道萧炎从那魔兽干尸上得到的好东西远不止这古意，不知道会不会被气哭呢？萧炎将手中的金银二老震晕后，像丢垃圾一样丢了出去，那身体砸在地面上响起的低沉声音，令得不少人眼皮跳了跳。做完这些后，萧炎突然对着莫天行道，莫宗主，贵宗少宗主最近是否一直在昏迷之中？莫天行一听，直接怒吼道，我儿子中毒之事是你搞的鬼，当初你我处于敌对，他也想置我于死地，我施展点手段也是正常之事吧。萧炎平淡的道。莫天行呼吸一滞，旋即咬了咬牙，沉声道，解药交给我，我可以当做此事从未发生过。萧炎却是表示解药可以给，但是不许再插手萧门与魔岩谷之间的事。韩风一看这强力盟友要被萧炎弄走，立马表示自己也可以解毒。萧炎却是瞥了韩风一眼，然后忍不住的摇头嘲讽道，你倒是看得起你自己，炼药师与毒师是两种泾渭分明的职业，寻常毒素一些解毒丹便可解决，但莫牙少宗主体内的可不是什么普通毒素，这一点想必莫宗主应该是最为了解，所以你若是想要将你儿子的命交给一位并不擅长毒术的炼药师的话，或许风险不小哦。莫天行到底是心疼儿子，他赌不起。得到萧炎的承诺，又暗自将萧炎记入小本本后，莫天行就离开了。随着莫天行的离开，在场的氛围变得非常微妙，广场中的一些定力不够的强者开始有些受不了那种盘旋在心头的压迫，悄然离席。随着陆续有着人离席走出广场，那韩风的脸色也是越来越阴森。半晌之后，韩风怨毒的声音缓缓响起，萧炎，本来我还想让你多活一段时间，不过既然你执意找死，那也就别怪我不念那一丝同门之情了。韩风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呢？原来这次联盟是个双重陷阱，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萧炎来找茬，然后韩风再联合提前找来的魂殿宣护法弄死萧炎。当然，如果能真的将莫天行与阴山老人拉入共同阵营，那就更好了。出场的宣护法拉完一波仇恨后，直接使出了万魂噬灵阵。这
这个阵法可是不得了哦，全部是由被操控了的灵魂体组成。糟糕的是，斗气对这些灵魂体伤害并不强，而且被斩杀的灵魂体将会化为养料，汇入阵法中心，从而促使凶魂诞生。而这凶魂将会直接与那宣护法灵魂相接，作为与宣护法实力相差无几的化身。想要破解此阵法，就只能将作为阵眼的宣护法击杀。可是狡猾的宣护法早已经隐匿在黑云之中，再加上这无数灵魂的遮掩，短时间里哪里还找得出？萧炎正感到头秃的时候，天火尊者却是突然出声给萧炎指了条明路。醒悟过来的萧炎立马用陨落心眼凝聚成了一个足有10丈大的狼形火灵，火灵一出场就是大范围的彻底灭杀。韩风看到这火灵，脸色变得极为狰狞。萧炎什么时候懂得如此高深的控火之法了？这般控火之法，即便是如今的他也是难以达到，但萧炎居然做到了。我好恨，我不甘心。宣护法见火灵的出现导致再没有灵魂之力汇入阵中，立马启动了 B 方案血魂谷，就是让所有灵魂相互噬咬吞噬，从而产生最强者成为凶魂。萧炎见此情况，立马操控火灵撞向黑云。随着火灵的炸开，那黑云被撕裂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望着被毁掉的近1000个灵魂体，宣护法怒了，直接掏出了4个生前都是斗皇巅峰强者的灵魂体。凶魂还是诞生了。萧炎操控着一朵碧绿色的佛怒火莲，正想动手的时候，天火尊者表示：“那凶魂交给我来便是。”凝聚了如此之多的灵魂之力，那可是大补之物啊！只要能够将之吞噬炼化，那我的灵魂力量应该能恢复到斗宗层次。此话一出，萧炎就乐了，立马配合天火尊者拿下了凶魂。之后，天火尊者就因为消耗过度陷入了沉睡。在凶魂被收的那一刻，与之灵魂相连的宣护法立马受到了反噬。气急败坏的宣护法先是怒骂萧炎，后来又要求萧炎将凶魂还给他，只要萧炎还给他，他就可以帮萧炎杀了韩风。萧炎又不是傻的，以宣护法现在的状态，直接将之击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韩风，他一个人能蹦跶多高？明白萧炎是不会将凶魂还给他后，宣护法立马召唤出食魂石给萧炎送菜，证明食魂石的实力都在斗王阶别。见食魂石如此没用，宣护法又想召唤韩风一起联手。韩风来到了他的身边，洞穿了他的胸膛，然后吞掉了他的灵魂。众人都震惊了。随着宣护法灵魂入体，韩风的体型增大了2圈，一些由能量所形成的气泡不断的在其皮肤之下滚动翻腾，活像一只癞蛤蟆。然而韩风感觉好极了，实力更是直接飙升到了5星斗宗巅峰，比小医仙还要强上一筹。小医仙盯着那气势不断攀升的韩风轻声道：“我来对付吧。”萧炎轻吐了一口气，沉声道：“一起，帮我争取点时间。”小医仙嫣然一笑，点了点头道：“虽说他这状态想要打败他的确有些难度，但拖住他我有着绝对的把握。”萧炎却是笑不出来，轻叹了一声道：“尽量别解开恶难毒体的封印了。”然而不解开是不可能的，不解开小医仙根本就不是韩风的对手。韩风见解开封印的天毒女如此难搞，直接就冲着萧炎去了。小医仙哪里肯给他机会偷袭萧炎？如此几次反复，韩风的脸庞终于是变得铁青，决定集中精力先解决掉小医仙。然而天毒女可不是白叫的，萧炎还是成功凝成了3色火莲。韩风很清楚火莲的威力，凝成大片的黑雾就想逃，然而哪里跑得掉？韩风再次现身时，不仅毛发尽焚，衣袍尽毁，还满身血泡，连手臂也没了半截。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在萧炎丢出火莲的时候，小医仙就在上面下了毒。吸取上次魔毒般的教训，小医仙这次很果断的就发动了血势，韩风的皮肤顿时变成了鲜血烟花，近乎彻底破烂的身体也从高空坠落后变成了一滩烂肉。至此，萧炎终于干掉了大师兄，提要了，清理了门户，报了仇。总结，韩风的结局很符合他烂人的人设。在众人唏嘘之际，一丝灵魂之力悄悄地从那堆血肉中窜出，最后钻入地面，迅速逃窜。他逃掉了吗？当然是没有的。萧炎凭借着异常敏锐的灵魂感知力，当场抓住了韩风的那一丝灵魂，将灵魂处理好后，萧炎锁定了阴山老人。莫天行这个臭不要脸的，为了讨好萧炎，也凑过去将其最后的退路锁死。等阴山老人彻底服软并做出承诺后，莫天行就舔着脸找萧炎要解药。打发走那2个脸皮比城墙还厚的老家伙以及一些无关人员后，萧炎领着众人抄家去了。注明抄家的意思是拿走全部家产，结果却一无所获。转头看了看一旁双臂抱胸、一脸傲娇的紫妍，萧炎不由得一愣，旋即笑着道：“倒是将你这个丫头给忘记了，寻宝之事不是你最擅长的吗？”对于萧炎的话，紫妍却是冷哼道：“哼，现在记起我来啦。”显然对于萧炎现在才记起他格外的不满。萧炎只得陪笑，又哄了好一会儿后，紫妍才勉为其难的帮了忙。魔眼谷的库房藏得相当的深，其中的宝物也是相当的多呀，卷轴是一架一架的，药材是一柜一柜的，其中还有4个被光罩护住的古朴木盒。萧炎担心强行破开光罩会毁掉里面的东西，于是笑眯眯地看着紫妍道：“帮我把这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我把上次你寄放在我这里的那些药材全都还给你，而且还会全部炼制成你喜欢的口味。此话一出，紫妍的眼睛都亮了，完全没觉得自己被美食拿捏得死死的。木盒之中的宝物有地阶中级雷属性功法奔雷剑，与功法配套的地阶中级斗技惊蛰雷法，地魔老鬼呕心沥血改进的真弄焰诀，一枚拳头大小的7阶火属性魔盒，以及斗技天妖魁雷属性的功法斗技。萧炎直接给了二哥萧丽改进版的弄焰诀，萧炎就自己留下了，因为它能够改善毁灭火莲的那唯一一次的限制，这对萧炎闯荡中州有着莫大的帮助。至于天妖魁，它是一种由远古流传而下的傀儡之技，以灵魂为印，以魔盒为心，再配以诸多材料，炼制成功后将获得一尊威力无穷且无喜无悲无痛无伤的杀戮机器。炼制天妖魁所需要的躯体、灵魂、魔盒，萧炎都有，而这傀儡之技也不适合学院。苏谦就让萧炎将天妖魁也收下，抄家也太快乐了。然而这份快乐却并没能持续多久。回到迦南学院唤醒天火尊者后，萧炎就看到了脸色极为凝重的萧丽。是小医仙出事了，频繁的解开封印导致小医仙的恶难毒体提前爆发。苏谦等人察觉到时，已经有几名学员不慎中毒昏迷。萧炎赶到时，苏谦已经完成了空间封锁，并严令禁止其他人靠近。房间内，萧炎轻声安慰着小医仙：“放心吧，没事的，还有我呢。”将手指搭在小医仙手腕处，萧炎查探到小医仙体内几乎全部被毒气所弥漫。要知道，一旦毒气入脑，小医仙就将会和历代恶难毒体的拥有者一样。望着萧炎那十分难看的脸色，小医仙轻声道：“萧炎，这段时间跟着你，我过得很快乐。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或许也将会是最后一个。若我真的走到了那一步，请你不要留手。这里的学院我很喜欢。”萧炎一听这交代遗言一样的话，顿时呵斥道：“闭嘴，瞎说什么！”被凶了的小医仙却是笑了。被在意的人全心全意、满心满眼的关心着、在意着的感觉，应该是幸福的吧。不同于小医仙现在的心境，萧炎正急得上火，天火尊者却是突然出声，表示自己知道一种封印之法。封印只能施展一次，最多维持3年。接收完封印信息，知道天都火印需要对方衣衫进退的萧炎，吞吞吐吐地跟小医仙说明了情况。小医仙咬了咬唇后，红着脸褪下了衣物，望着犹如羊脂玉般的娇躯，萧炎在心中狠狠地给了自己2巴掌，随后开始了封印。随着萧炎指尖的移动，淡绿色的火痕在小医仙的身体上显现，火痕从胸口开始一直向下。随着封印之法的逐渐成型，萧炎手指的移动速度也越来越快。忍了许久的小医仙再也没忍住，轻声呻吟了一下。萧炎身体顿时狠狠地打了一个激灵，使劲地咬了一下舌尖，才将心头突然冒腾而起的邪火压制下去。之后专注于完成封印。然而就在封印阵型完成的那一刹，极度虚弱的萧炎被毒气入体了。强撑着看到小医仙将弥漫出去的毒气全部吸入体内，瞬间突破4星斗宗进入5星的层次后，萧炎就倒了下去。小医仙见状，连忙将萧炎扶了起来，然后吻了上去。萧炎苏醒之时，一睁眼就看到了小医仙，跟小医仙确定封印已经完成而且有效后，劳碌命的萧炎就带着小医仙跟苏谦报平安去了。小医仙拿了个玉瓶递给苏谦，歉意的道：“大长老，请将这些药粉给误吸入毒气的学员服下，再休养几日时间，应该便是没什么大碍了。”接过玉瓶，苏谦爽朗的笑道：“不碍事，就当给那些小兔崽子一点教训吧。”小医仙笑了笑，没再说话。萧炎跟闻讯赶来的二哥萧丽交代了一声后，就再度钻进了那天焚炼气塔之下的岩浆世界中，为前往中州做准备。萧炎打算先帮助天火尊者将那凶魂炼化，再试试能否炼制出一具天妖魁出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答应美杜莎的7品丹药必须得炼制出来。凶魂的炼化进行得很顺利。准备炼制天妖魁时，萧炎却盯着面前的2具尸体陷入了沉思。云山让他不可避免地想起了云韵，那第一个与他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在那山洞之中所发生的一切就犹如烙印一般印在了他的心里。萧炎觉得自己无法面对一具有着云山面貌的傀儡一直跟随在自己身边，再有他直觉会在中州再见云韵，他不想2人再次见面时会因为这个突然现身的傀儡再度出现什么他不愿见到的变故，因此地魔老鬼成为了萧炎最贴身的护卫。天魂融血丹的炼制就不那么顺利了，毕竟是7品丹药，对炼制者灵魂力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青红血液的加入更是差点让萧炎前功尽弃，因为该精血出自7阶巅峰的绝世凶兽，其中所蕴含的狂暴能量远超炼制天魂融血丹的要求，血液之中所蕴含的狂暴之力与之前提炼的药材之力完全没办法平衡，即便萧炎又炼化融合了诸多药材都不行。
不过好在紫妍及时现身救场，献出了一滴血，才使得丹药能够逐渐成型。想来萧炎女儿出生时就拥有斗宗的实力，除了美杜莎血脉的强横以外，也有萧炎的功劳。丹成之时，丹雷现，银色闪电在萧炎黑色眸子之中闪烁不定。萧炎手掌轻轻抚摸着额头上的那道火印，低声呢喃道：“老师，您当初说过，若是弟子哪一天能够炼制出招来丹雷的丹药，那么便是达到了出师的资格。可惜这一幕您却未能亲眼见到。”话音刚落，一道半尺长宽左右的银雷就朝着新鲜出炉的丹药劈来，这可是要拿给自家媳妇儿交差的丹药，萧炎哪里会让他毁掉？月河游伸尺，开山印轮番上阵，在与银雷硬碰硬的对抗了几十道之后，萧炎也扛不住了，不得不让地妖魁提前亮相。地妖魁很强，实力至少5星斗宗，与雷霆之力硬刚，并未对他造成任何损伤，反而除去了他体内的斑驳杂质。但雷剑确实刚不过，完成了任务就散了。萧炎却是在收好天魂融血丹后，直接将闯入体内的雷霆之力炼化了，一举突破至7星斗皇，晋级成功了。小医仙对着萧炎柔声道：“这几日辛苦守护了，走吧，等交代完一些事情后，或许我们也是该离开了。”闻言，小医仙一愣道：“要离开了吗？什么时候？”偏过头，萧炎笑着道：“3日之内。”交代完事情，又特意叮嘱萧丽一定要将天魂融血丹交给美杜莎后，萧炎就坐着苏谦大长老送的施救兽，带着小医仙、星兰和紫妍一同前往了唯一一座拥有着通往中州的空间虫洞的城市。然而萧炎的好运似乎是在炼丹时用完了，刚赶到天涯城内就被告知空间虫洞正在维修，会暂时关闭几日。无奈4人只能先在城中休息。哪知遇到了一位胸大无脑的跋扈女，该女子不仅内涵萧炎是狗，还骂萧炎混账、王八蛋，不是东西。萧炎出手将她扯下马背后，该女子尖叫着让守护者杀了萧炎。守护者现身后，她还叫嚣着让萧炎跪下，给他磕头认错。只是话还没说完，一个响亮的巴掌就甩在了他的脸上。冰冷的声音从小医仙口中传出：“你敢再骂一句，他不杀你，我来。”跋扈女愣住了，那2名守护者也愣住了。不过反应过来后，他们就立马朝小医仙发动了攻击，结果被萧炎直接拦下。知道自己是打不过了，这2名守护者就搬出了家事。萧炎一听是罗家的，顿时就皱起了眉头。而那跋扈女像是刚刚回神一样，直接捏碎了一枚玉牌，恶狠狠地盯着小医仙道：“贱女人，你敢打我，我爷爷绝对不会放过你。待你落到本小姐手中，定要将你手指一根根剁下来。”或许是怕给萧炎带来麻烦，对于跋扈女的谩骂，小医仙只是目光冰冷地看了她一眼，没想到萧炎却是道：“再打，如此恶毒心性，留着也是祸害。”再度扬手，小医仙毫不客气的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这一巴掌刚刚落下，跋扈女罗小妖召唤的后台就来了。罗家老祖是个能屈能伸的老人家，本想来硬的给孙女撑腰的他，发现自己打不过后，立马亲自给萧炎道了歉，并舔着脸求身为斗宗强者的小医仙帮忙修复空间虫洞，报酬是6阶天毒蝎龙兽的魔核。萧炎哪有不同意的？虽然比不过7阶，但关键时刻他就是小医仙的救命稻草。有了小医仙的加入，虫洞很快就维修好了。罗成守信地将魔核交给萧炎后，建议萧炎多等一段时间再离开，因为刚刚维修完的虫洞并不稳定。萧炎却是表示有急事得立马离开，实则却是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去中州。罗成见状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直接送了一艘空间船给萧炎。这次萧炎可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喽。眼看着快要通过虫洞了，空间壁却是因为不明外力变得虚化。最终萧炎在空间风暴的拉扯下，拼尽全力将小医仙等人所在的空间船送出虫洞后，自己一头撞进了那蕴含着空间之力的通道之内，不知道被传送到哪里去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